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在 SPSS 里面进行统合分析。我们会跟各位介绍如何绘制森林图跟漏斗图。那首先是类别资料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资料。第一栏是我们的 study， 也就是我们有4篇文章，我们是以作者名来做命名。然后第2栏是出版的年代，那第3栏是 Event 1，也就是实验组发生事件的次数。第4栏是 Non-Event 1，也就是实验组没有发生事件的次数。Total 1指的就是实验组的总样本数。Event C 是对照组发生事件的次数。Non-Event C 是指对照组没有发生事件的次数。Total C 就是对照组的总样本数。那 COV 是我们要作为 subgroup analysis 的变项，1就是第一个 subgroup， 2就是第二个 subgroup。那这个最后一个变项 time to treat， 是我们要做 meta regression 的一个变项。那它指的是术后到治疗的时间。那这边是1天、7天、10天、14天。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分析了。那要进行 meta analysis， 我们首先就到这个 analyze， 然后我们找到 meta analysis， 那我们的资料是 binary outcome， 我们所输入的资料是 raw data 的形式。好，那进来之后，左边这边就是我们的变项名称。那中间这边各位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分成 treatment group 跟 control group。那它分别是要输入 success 跟 failure， 也就是发生事件跟没有发生事件，control 的发生事件、没有发生事件的变项。那另外还有就是 study ID， 那 label 的部分我们可以省略。那所以我们把这个 event 1就是实验组发生事件的人数，然后呢 event 1 event C，non-event C，study ID 就是我们的 study name。好，那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所要选用的 effect size 是用 risk ratio， 所以我们选 log risk ratio 这个部分。model 我们选的是 random effects。那在 criteria 这个页签里面我们来看，那在这个页签里面我们不需要做调整。然后在 analysis 里面呢，左边是我们的变项，那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subgroup analysis， 我们所需要用作为 subgroup analysis 的分类变项是这个 COV 这个变项。好，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cumulative analysis， 那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累积的 meta analysis， 我们可以用年来作为排序的变项，所以你把年把它放进来。然后在这个 inference 的这个变项里面，那就是它分析的方法。那我们一般可以用像是这个 Maxima likelihood 或者是 DL 这个分析方法，所以我们一般选的是这个 DL。好，我们 continue。那在 bias 的部分呢，它这边主要是让你去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Eagers test， 那我们来进行 publication bias 的检定。那我们 continue。train and fail 我们先略过。那在这个 print 部分，就是你可以列出一些指标，像是这个同质性、异质性，然后每一个 study 的 effect size，那我们用这个exponentiated statistics。好 ，continue。好 ，save 的部分呢，我们先不用管它。那在 plot 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要画的就是这个 forest plot。好，那你先把它勾选起来。那我们要选的是这个 effect size、confidence interval、weight 跟这个 exponentiated form。那这边一般来讲，我们会请它标注这个同质性、异质性以及它检定的结果。那另外呢，我们会请它帮我们在这个无效果的地方呢画一个无效果的参考线。好，那这个是
forest plot， 然后下一个是 cumulative forest plot。那我们勾选之后一样，我们选 cumulative effect size confidence interval 跟这个 exponentiated form。好，那这个就可以了。那在这个 bubble plot 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要进行meta regression。那一样，你把这个 bubble plot 把它勾选起来。那在这个 predictor 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般是使用这个它 time to treat， 这个指的就是我们从术后一直到接受针灸治疗的时间。在这个 bubble plot 的部分，我们可以用这个 study name 来作为我们的 label。那最后一个我们就是要进行这个 funnel plot。那这个 funnel plot 一样很简单，我们只要把这个 study name 作为我们的label 就可以了。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那我们就可以按 OK 进行分析。好，那这就是我们分析出来的结果。那它这边会简单记录我们所选择的一些指标跟分析方法。那你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分析出来的结果。那因为我们有做 subgroup analysis， 所以它有第一组、第二组。那这个 overall 就是整体的 effect size， 它是 0.988， 然后 confidence interval 是从 0.590 到 1.655。好，那这边是一些异质性的指标、同质性的指标。那另外呢，这是一个 test 的结果。那它的 P 值呢是在这边，P 值是 0.746， 所以它没有显著的 publication bias。好，那这就是 forest plot 的结果。那因为我们有做 subgroup analysis， 那所以呢，第一个这个绿色的菱形就是第一个 subgroup 的结果。那这个第二个菱形就是第二个 subgroup 的结果。那最下面的这个呢，就是整个 overall 的结果。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0.99， 就是 overall 的 risk ratio。那我们刚刚有看到它的 confidence interval 是从 0.59 到 1.65。那这边就是 cumulative forest plot 的结果。我们就是依照年代来作为排序。那这个就是 bubble plot， 那它就是一个 meta regression 的结果。那它就是依照x 轴是用 time to treat 来作为排列。那它的 y 轴就是 log risk ratio。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 funnel plot 的结果。它就是长得像一个漏斗。那基本上在这个结果里面，它并没有显著的不对称性。好，那我们的介绍就先介绍到这边。我们在分析里面有用到一个 regression， 那我们做一下补充说明。Eager regression，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在 meta analysis 里面它是不是有可能的 publication bias， 我们可以利用 funnel plot 来检视是否有 publication bias。如果像上图一样，它是呈现较为对称的情形，那它可能就比较没有 publication bias。如果是像下图一样，那它有较为显著的不对称，那它则可能比较有可能会有 publication bias。那如果我们要针对 funnel plot 的不对称性来进行检定，我们可以利用 eager regression。那在这个 eager regression 里面，我们会得到一个 P 值，如果 P 值小于 0.1， 则代表它有显著的不对称性，也就是有可能有显著的 publication bias。感谢您收看这部影片，那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或是收看频道上的其他影片。那我们也会不定时的上传一些关于统计分析的一些简单操作跟讲解的一些内容。谢谢您。